南姑娘，南姑娘，横竖咱们都不痛快，不如一起借酒浇愁，愁更愁吧。箫管泛红，青烟缕缕。这迷迭香，怕是已然多时。可这小孔甚微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凶手怎有可能钻洞密缝点燃死香呢？百思不如一剑，索性将竹箫拔下，一焰便至。哎，且慢！包公子，包公子，我将各处翻了个遍，仍不见胡掌柜。会不会他又去血魂林了？胡掌柜于此时再度失踪，定是凶多吉少。眼下可还有他人下落不明？上官将军，这客栈供的一向是生酒，何时换为资提了？这酒是假的。我们店里从未有过这般色泽的酒啊！这壶中的酒是从何而来？都是酒窖的藏酒。但被劳请姑娘带路了。阿软，你暂守此处，以有备无患。那你们小心啊！哎，你去干嘛？我要去看看是哪门子的酒险些把我给算计了。这边走。包公子，就是这儿了。包大哥，我感觉这里还藏着其他人。哎呀，小兄弟别怕，这么个旮旯地儿，活人哪会藏这儿？怕就怕藏在这儿的不是个活的。好歹你也是标全天下的女侠客，竟也害怕死人。嘿，你个小青瓜，怎么突然间看得起我了？谁告诉你会玩镖的就是会杀人的？酒气之中，好似还有一股血腥气。媚丹峰。难道藏在这儿的正是胡掌柜？支招，把棒给我。胡掌柜，果不其然，又是封魂白骨杀，只是加之酒水浸泡，胡掌柜也是面目全非了。什么声音？
邪乎，这也太邪乎了。夫人，我还活着呢吧？我怎么心跳的厉害啊？我是不是中毒了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！你别吓唬我呀！你忽悠谁呢？你那是被自己给吓的，毒哪是那么好中啊？香有再燃时，人无重生日。俯仰之间，上官将军竟一语成谶。这支香焚煞的莫不是上官将军？你不妨先仔细想想，生酒清如雪，怎么会突然变成红赤色？这有何难？说句不下饭的，与酒中兑一滴血便可。孟老板说的一针见血，果然是奸商。你是说那酒水里混入了死者之血？怪不得我打眼一见就觉得这壶中物透着股血腥气。沈公子，你说这惨事怎么就落你头上了呢？原来水夫人与孟某早就想到一块去了，真是心有灵犀呀！可是那胡掌柜怎会命丧酒窖啊？江兄似乎已然断定，死者就是胡掌柜。啊，在这无极客栈之中，除了何二兄弟与清明姑娘，能在酒窖内外来去自如的，只有胡掌柜。况且自今晨起，他又频频不知所踪。半炷香前，我等才发现胡掌柜失踪良久，想不到江兄早已洞若观火。若非江兄指点，在下竟不知胡掌柜于今日这般出没无常。胞兄言重了，我只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。胡掌柜也是因身中风魂白骨杀而亡吗？可不是嘛！而且酒缸之中还飘着一枚血红色的枫叶。我一早就撂下话了，那为鬼为欲者就是梅丹峰。若不是他，谁还有本事透过这竹箫把这鬼香点燃了呀？别说了，偏偏上官将军跟那粪坑里的石头似的，又臭又硬，不一门心思捉鬼，偏偏在我们这些清白人之间寻找凶手。孟老板说的是，指不定上官说他就是恶人穷吆喝，实则自己就是真凶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也不知此时此刻他到底卖的什么关子啊？包大哥，你说他会不会是溜之大吉了？坏了！怎么，上官硕不会真跑了吧？哎呀，糟了糟了，惨了惨了，完了完了！你有话说话，驱鬼咒也不是你这么念的。嗨，上官将军非生即死，这你自个儿猜去吧。眼前更要命的呀，是这半生半死的。半生半死？这沈公子饮下血酒是效，但你忘了，那酒里还混着风魂白骨沙呢，这才是致命一击呀！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师兄，师兄！哎呦，小心倒霉催的，咱又招谁惹谁了？所向尚有一命，然脉象不妙，似有却会着实之事，务必即刻一试。好，走。服下这碗药，沈公子暂可保命。但既毒症诡谲，医师拿下定论。至于后续如何，只能等沈公子醒后，方能见分晓。包公子就是出手不凡啊！我打小就没闻过这么秀之欲呕的偏药，得亏沈公子昏迷着，要不然都要被您这药味给呛死。你懂什么？此乃家母之独门秘方，若非沈公子平定声波，
你想闻，还没这福气呢。是。对了，沈公子的茶具要重新洗过，法子问清明便可。好的，包公子。哎，您若是再有什么吩咐，千万别忘了我。哎，还正有一事要劳烦何兄弟。包公子，把劳烦二字去掉，有什么吩咐直接告诉我就成。胡掌柜他们的尸体还望妥善安置，等案件了结之后，好让他们入土为安。就交给我来办，您请放心，包公子。见过猴急着寻欢作乐，还没见上赶着鞍前马后的。包拯，你能耐起来还真是什么人都招啊！就是，他一矫情起来，比南天竺还风情万种呢。人家一副热心快长，瞧被你们挤兑的。阿软，南姑娘现在情况如何了？我见她一言不发，应是惊恐未定。看她平时温文盈盈的，嘴皮子比那风筝还缺德。没想到一个冷不防，自己就没辙了。你可真记仇啊！是不是还对他那句青瓜蛋子念念不忘呢？才不是！哎，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。眼下沈公子正吉凶未卜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因此我们要尽快找到身怀封魂白骨杀的幕后黑手。而在胡掌柜被害前后，恰恰上官将军行迹可疑，不免有瓜田之嫌啊。此地大小只在一林之隔，小至目光所及，大至无边无际。如若凶手决意销声灭迹，亦非难事。他会不会囚渡出逃？应该不会。其实我等之猜想，未必不在凶手的意料之中。万一凶手杀意未决，说不定会反其道而行之，正藏在某处暗室屋漏，以便静待杀机。那我们现在应该从哪里下手呢？酒窖。既然凶手能在杀害胡掌柜之后掩人耳目的离开，若非侥幸使然，那其中定是有暗示冯登之境。在此之前，不如我先去会会那位不甘寂寞的江公子，看看他的心中到底装着怎样一番胡中天地。我们再去看一下南姑娘。孟老板就是气派，一出手就是好东西。该不会是从你家夫人那儿偷来的吧？水夫人真会说笑，我哪能那么不是个东西？美人若是喜欢，回头孟某再送你个10盒8盒的。瞧你说的，好像人家缺这点东西似的。美人缺的不是这香膏，而是孟某的一片真心呐。孟大亨，孟大亨，哎，说你不是个东西，你果然不是个东西。这么急着色受魂语，小心你们把命搭进去！你我没有，给我进屋！看你还老实不老实？夫人，你刚才干什么呢？啊！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你还敢不老实？给我过来！这色批！你够了！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！孟大亨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嫁给你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，吃了多少苦？你自己没憋好屁，你哪来的脸跟我大呼小喝的？哎，慢着！你方才说什么？
小民其实是卖假剂的，不过刚到客栈时，小民见到美人儿，便一时忘形，就顺嘴说了自己是开脂粉铺子的。果然是个假身份，怪不得连胭脂和香膏都分不清。在下无意冒犯，请问孟夫人，昨天半夜您扮成媚丹峰的样子前往胡掌柜的房间，是为何事？看你平时道貌岸然的，没想到你肚子里尽是歪歪肠子。这个贱人前脚棒我，你后脚也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，我不活了我！孟夫人先不必急着寻死，您若不是凶手，待迷迭香液直至燃尽后，您自然会在劫难逃。你假扮媚丹峰私会胡掌柜，是我亲眼所见。你俩说的扯皮话，咱可听得一字不差，是不是阿伦姐姐？我知道你是谁，虽然你换了张皮，但我知道那就是你。非常之时，故有非常之问。至于是屎盆子还是话匣子，全凭孟夫人您自己做主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么老实交代，要么直接与凶手论斩。说，小民都说。回将军，那姓胡的拿我夫人与媚丹峰相似之事恐吓勒索，实在可恨，所以我们才会想以牙还牙，吓唬他。万万没想到，我夫人就抄着我能耐，根本上不了台面，连个鬼都不会扮。没几下就被那胡咧咧给看穿了，最后我们只好作罢。你们要是心里没鬼，就算长得像又如何？怎能恐吓到你们？将军，我们都是升斗小民，那媚丹峰连杀2人，已经把我们吓破胆了。我们生怕和他沾上一星半点关系，那姓胡的定是看准这点才敲诈我们。当真如此？是这么回事。回回都是你们2个不安分。给我滚回房间去！没有本将军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那个人有3急，要是想滚！快走！快点！不愧是8贤王赏识的人呢，果然沉得住气，不声不响的，早已憋了1腔的闷雷啊！将军言重了，学生胸中无雷，只有漂把水的毛毛雨。说你白，你倒是自黑起来了。放心，你都已经黑得挺透彻了。方才教中脱险，多亏你等出手相救。时下正是升官死节，你们这番急人之忧，既是难得，便不能辜负。现在，本将军允你共查此案，疑人不诱，用人不疑。你可切莫辜负了本将军对你的厚望。多谢将军信任，学生定不负使命。如此甚好。还好沈公子受的只是皮外伤，不然又要白白搭上一条性命。话虽如此，但他内毒未散，仍是生死难测。你们说，凶手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就是沈寒？毕竟这封匿名信是在他受袭时出现在地窖里的。可是凶手怎会预见我们将深入地窖？何二，若不是他引沈寒入窖，我们何至于那般进退狼狈？沈寒又何至于性命垂危呢？有道理，他极有可能在打晕沈寒之后，将这封匿名信置于熔炉之上。而且，据上官将军回忆，胡掌柜与密谈者朋比为奸，私交甚笃。整个客栈除了何二与清明，其他人和胡掌柜皆是素不相识。阿伦姐姐说的是，他潜心立志当小二，却放着通毒大业的酒楼不缺，偏要来这鸟不拉屎的小客栈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他要么是缺心眼儿，要么就是有歪心思。包大哥，你认为呢？如果何二是凶手，那黄风杖是为谁操纵？
观音一词作何解释？孟氏夫妇的说辞中又有几分真几分假？上官将军是否绝对可以信赖？他突然差遣我们调查此案，是否另存目的？还有，这熔炉中的白灰又从何而来？这不是上官毕业飞出熔炉后抖落的灰尘吗？哼，只怕它不是普通的灰尘，而是骨灰。骨灰？胡掌柜曾经说过，但凡从客栈失踪的人，纵是化成灰，也飘不出血魂里。那时我便猜想，地窖中的熔炉，可能正是胡掌柜的焚尸炉吧。焚尸炉。胡掌柜在无极客栈暗行作奸犯科之时，再将受害者归咎于因进入血魂林而有去无回。我想，袁大人应该也已是遭了胡掌柜的暗算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胡掌柜歹毒至此，活该自食其果。匿名信一至多时，我们该从何处下手？酒窖，先去查清黄风上究竟出自谁手。好。我在大堂盯住迷迭香，本少侠倒要看看那兽嘴里还能吐出什么幺蛾子。几位客官，饭菜即刻准备就绪，诸位可在楼下等候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张罗晚饭？荷儿呢？他说要忙活一件大事，叮嘱我别打扰他。还说什么要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他这人怎么猴里吧唧的，一刻也闲不住，连说话也要带几分嘚瑟。何止几分嘚瑟呀，我听着倒像是充满了威胁。展昭，你在这等候开饭，我和阿软出去一趟，随后就来。好。地窖烽烟弥漫，酒窖却情状如旧。看来这位神秘来客，他是留了一手。黄风杖虽有震倒失忆之效，但并不会置人于死地，可见此人留了不止一手。港口已被密闭，此人剑戟履疾，不是蓄谋已久，也是心意已决。当时在客栈的人，除了水衣母女，便是孟氏夫妇，还有江玉湖和清明。到底谁才是那个案件中人呢？无论是谁，希望我们能寻到一点蛛丝马迹。镖，哎，小青瓜怎么落单了？那两个老蔫瓜呢？瓜又听不懂人话。你不去问卖瓜的老王，何必问瓜呢？听不懂还回答得滚瓜流水，你呀，虽有脑瓜，却也是个呆瓜。哎，这童药倒是稀罕，从哪儿觅来的？包大哥先前还担心你惊魂未定，如今看来，他就是个傻瓜。原来你们之中，唯他一人担心呢。可不是。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可在意。若不是提防我贼心不死，
你那包大哥也不会在意吧？你们山下人的心眼儿，这是比锁眼儿还细。本来心上没锁，偏要变成无药可起。虽说你趟的不是什么正经路子，但包大哥从未看不起你。我知道锁眼在哪儿了，真的。随我来。看，锁眼就隐于这方浮雕中。若不是之前我在客栈里寻绳子，我也不曾注意。这雕画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，藏秘与否，其所便知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迷迭香还是出现了，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，夫人逃不掉了，逃不掉了！闭上那破嘴！说，是不是你们两个干的？钥匙我插的，锁是我开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都是我干的。混丫头，傻不傻呀你？不，此事是我起的头，理应我负守责。哎呦，这会子两人还以礼相待上了，你们到底是成英雄还是成凶手呢？厉害呀！二人同心，齐力开锁，活生生的都把毒枪开出来了。什么锁？问的是，锁在何处？随我来。咱们也看看去。就是这里。比这个说话还贴近了。墙内暗设机关，锁孔定是通往前方兽头。怪我太蠢，反做了凶手的幺蛾子。蠢的是我，深究故要，却未想锁住的正是凶手的圈套。急则有失，怒中无智，你们怎能一点防备都没有？他们是无心之过，又不是有意为之，公子何必得理不饶人？你们接二连三的马后炮，一炮更比一炮响。大胆！你竟敢暗指本将军放马后炮！哎呀，此刻已是性命关天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？你说白了，大家都是半斤八两，不然怎么会在血魂铃上栽筋斗？如您所言，一炷香内又要多一个人命跟头了。